母后有时候疯疯癫癫的，有时候却清醒的像什么都知道。后来我想想，这样也挺好的，能让她忘记过去的事情，也许就没那么痛苦了吧。所以说，当王后有什么好的呀？太后若不是不得不坐上这个位置，或许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夫人该不会是在哀叹，哪日当上王后，寡人要是死了，你也可能像太后一样独守空闺。你是不是也想找几个面首陪你啊？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？你当大王有那么多女人，你却要后宫所有女人都对你从一而终。我只是觉得太后她实在是可怜，想要对她好，这样做有错吗？都说到哪儿去了，真是。哎，真是枉费了寡人对你一往情深。罢了，你要是不想当王后，寡人也不求你。他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？夫人，要不你再跟大王多说两句？不了，我要回宫。夫人还在生大王的气呀？像他这种臭脾气的坏老虎，不理他也罢。夫人居然说大王是坏老虎，老虎的脾气都比他好多了。他这个人动不动就生气，有的时候幼稚的像个小孩子，有的时候又温柔的像个大人。说他臭老虎，都算客气的了。青儿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他下次再这样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我就一巴掌打得他痛得好几天都说不了话。这么说，你不怕老虎吃人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寡人的后宫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那青儿，这丫头，你这只母老虎，怎么这么凶啊？啊！要是寡人真是你们家老虎，怕是还没逮到猎物，就被你给吃了。你要是嫌我脾气差，那你还到我这儿来干嘛？放手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到我的寝殿你还指责我的人？哎，放手！哎呀，你放手！夜微凉，月苍茫，却被能离殇。风吹花落，眉眼结了霜。太长，已难忘，辗转总思量。雨打窗棂，敲下泪两行。过往若家乡，空荡荡一场。几分荒凉，绕几幅惆怅。眼成霜，风烛光，远隔几太长。是谁盼望，谁归，谁身旁？醒了。我有那么丑吗？你都不能正眼看我。你要是再不正眼看我，我就亲到你正眼看我为止。好了，我认输。你的眼睛好美。
寡人不是在做梦吧？寡人怕一放手，你就不理我了。你要不想当王后也没关系，只要你一直待在寡人身边就好。寡人想一直这么抱着你，待寡人处理完正事，再过来看你。集结完毕，请大王下令。好，全军听令。今日我大秦大军攻赵，不灭赵国，誓不回秦。不灭赵国，誓不回秦。不灭赵国，誓不回秦。韩无忌听令。臣在。寡人派你领军攻赵，望你不负众望。臣领命。见樊将军，如见本王。如见大王，如见大王，如见大王，如见大王。樊将军，秦军成败，在此一举，代你凯旋。臣定不辱使命。是厉夫人，良人向厉夫人请安。景良人，许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谢谢夫人，我还好。前几日身体不舒服，现在才出来走动走动。景良人，我看你脸色不是很好，有没有请太医好好给你看看？哎，良人，您别再伤心了，要是再伤心下去，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呀？到底是怎么了？厉夫人到。他来做什么？楚夫人，稀客呀，厉夫人今天怎么到本宫这儿来了？就是好久没有见到楚夫人了，想姐姐了。哼，那本宫还真是受宠若惊呢。妹妹来，怎么也不请人先通报一声？我可什么都没准备。上仪，去准备些东西来。诺，姐姐不必了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看我？其实，丽儿还有一件事情。不瞒姐姐说，我出生于魏国，虽是出身武家，但是我爷爷是为朝廷做事，所以从小便与一些王室的女眷时有来往，自然也就习得一些鬼巫之术。鬼巫之术？厉夫人今天为何提起这个？我近日听闻景良人他滑胎，吃不下睡不着，哭得眼睛都快瞎了。我就担忧着这景良人他怀的胎儿阴灵，是否还在这宫中环绕不散呢？什么阴灵？姐姐，你没听说过呀？民间倒是有一传说，这胎儿若是在妇女体中成了人形，便有了灵魂；若是滑胎之后，没有对这阴灵引灵安置，那这阴灵就会在母亲身边环绕不散。若这胎儿是被害死的，那这阴灵可能就会附体害他之人，阴魂不散，迟迟不肯离去。景良人滑胎，
那你跑到本宫这儿来做什么？我方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会一些鬼巫之术。我就是想在这宫中到处看看，想知道这阴灵是否还在宫中，像个小孩子般顽皮的跑闹呢。若是能够见到这阴灵的话，我还可以跟他说道说道，让他好好投胎转世，别再害景良人伤心了。那，你到底看到什么没有啊？让我瞧瞧，这阴灵现在是在这暗下呢，还是在楚夫人身后呢？本宫身后什么都没有，别吓唬本宫。你赶紧帮本宫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有什么？楚夫人，你何必又这么紧张？难道滑胎一事跟你有关？哼，滑胎之事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我看楚夫人是做贼心虚吧。若是当日你没有逼景良人喝下你给的茶，他也不会滑胎，不是吗？你还吓得他一度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。楚夫人做的可真够周到的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凭据说是本宫做的？立即我告诉你，你别多管闲事。休怪本宫连你也不放过。楚夫人放不放过我，我倒是没什么怕的。但是这阴灵索命之事，楚夫人还是得留心点好。你住口！你给本宫住口！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。至于这房中是否还有阴灵，楚夫人自己体会吧。夫人，你吓本宫做什么？公元前234年，樊无机进攻赵佗平阳，成，大获全胜，除赵将不者，斩兵10万，赵军元气大伤。好，大王，微臣献丑。请坐。诺。燕丹，你也来陪寡人练练吧。好啊。来。要是谁输了，就罚1杯酒。好。还是大王略胜一筹，燕丹便不客气了。我看你分明就是想喝酒，故意输给寡人。大王，臣妾想与大王一试。你？太子殿下，可否借你的宫仪用？请。多谢。你这只母老虎，可真贪玩。要是大王输给臣妾了，那就罚大王喝2杯酒。好，愿赌服输。你用2支箭，你作弊！大王又没有规定只能射1支箭。好，寡人自罚2杯。来，燕丹，大王，
你刚才欠的酒还没喝呢。没想到大王的剑艺如此精湛，韩非佩服。韩擒过奖了，寡人的剑艺跟您的学问相比，差得甚远。大王过奖。本宫曾经听闻，厉夫人出身濮阳公孙统帅武家。今日一见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于文于武，气势毫不输给男子。太子殿下谬赞，本宫不过是年少起就耍耍刀剑，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倒是太子殿下着实身手了得，只是深藏不露而已。夫人此话是何意？太子殿下，你明明可以射中靶心，但却故意谦让大王。你可以骗得了别人，但却骗不了我。看来本宫的骗术颇为拙劣，连厉夫人都没能瞒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想赢，但不能真的赢；你想家，却不能回家。你恨他们杀你同胞，却不能生气。他把你当朋友，但你知道，自己只是奴隶。这便是质子。近日，我有时会想起我和赵家同治于秦的那段年少日子。那时寡人也刚即位，确实很年少。有件事我一直印象深刻，不知大王是否还记得？说来听听。那年咸阳冬日极寒，即便如我自小生长在北燕，也有些吃不消。我和赵家每日接生果糊球，头戴毛冠，身旁还得放上火炉才能暖适些。可是大王您却身着单薄棉衣，浑然不顾地读书。原来是这件事，寡人记得。大王说，若你不能体会长民百姓之苦，又何以通晓治天下之理？那时年少狂妄如我，还以为你是个傻子，有狐裘不穿，任由自己受冻。年岁渐长，后方知晓，我和赵家才是傻子呀。燕丹，你把寡人说得太好了。那时寡人才刚即位，只不过眼见吕不韦当权，母后受制，寡人心中有苦无处发，借题自虐罢了。即便是受文信侯刺激，如今看来也是值得的。君不见秦已成泱泱大国，任你执掌。赵家回国被废太子，不知未来何途。我燕丹，至今还是个质子啊。燕丹，你今日是不是故意谦让着寡人？平时你的棋艺可不是这个水平。不是本宫特别谦让，是大王精进了。你要是这样，可就太没意思了。魏大人到。禀大王，姚贾先生出使四国有成，近日即将返秦，亲自向大王禀告。好，看来姚贾破合纵有成，恭喜大王了。韩申，你懂棋吗？略懂一二。来陪寡人下几盘。既然大王有办，那燕丹就先告退了。李仲，臣在。你送太子殿下出宫。诺。不必，我就在宫中随意走走，待会儿要回府时再遣人便是。那好。
来，陪寡人下棋。太子殿下，厉夫人，太子殿下今日入宫，为何没带随从啊？本宫方才陪大王下棋，大王嫌我无趣，我不过是出来散散步。大王现在正和韩侍卫对弈，和我大师兄啊。这书简是夫人要送给大王的吗？是荀卿的《义兵篇》，之前曾和大王提到过，他要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。这《义兵篇》是在说什么？夫人可为燕丹窃领几句。看似是在说兵家之术，实则是为治国之理。韩侍卫，寡人输了。微臣鲁莽，还请大王恕罪。他人与寡人对弈，总是虚假谦让，怕得罪寡人，实在是无趣。难得今天寡人可以得偿夙愿，韩侍卫不用苦于自责，寡人不会降罪于你。韩侍卫，以后没事要多陪寡人下棋。谢大王恩泽。行棋对弈，本来便是良人意志。今日难得遇到韩侍卫这等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寡人也难得其意之乐。其实生活也像下棋一般，若是形单影只，难免会寂寞无聊。韩侍卫，你只身来我大秦数年，可有过娶妻生子的打算？大王何出此问？也没什么。寡人觉得你护卫厉夫人多年，白白耽误了很多时间。若是寻常侠客，在你这个年纪，也应该寻到了情投意合的姑娘，生个一子二女，浪迹天涯了，不是吗？大王，微臣从未想过娶亲，更何况生子。微臣孑然一身，实在不愿意拖累其他姑娘。丽儿，你不是说要把《义兵篇》给寡人读读吗？给大王送去的途中，被燕太子丹给借走了。燕丹？是啊，我看太子殿下兴之所至，实在不忍推拒。他说等他自己看完之后，便会转交给大王。燕丹让你借书就借书，我在你心里这么不重要？我没这么想。大王就这么急着要看吗？不行，寡人现在就要看。这又跟我发的是哪门子脾气啊？好吧，既然大王要看，我帮大王讨回来就是。你去哪儿？大王不是急着要看书吗？还不放手？寡人不许你去见燕丹，他要再敢跟你说话，寡人就把他舌头割了。他凭什么跟你说话还跟你借书？他经过寡人同意了吗？上回宫内射箭之时，你们俩到底说了什么？我要你现在一字一句地告诉寡人。我为什么要告诉大王？你们俩到底聊了什么？寡人想知道。大王既然这么有兴趣，
为什么不自己去问燕太子丹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好夫人，知不知道今天寡人和你师兄下棋了？知道啊，燕太子丹告诉我的。怎么样，赢过我师兄了吗？唉，落花流水啊！大王，你可千万别懊恼。以前大师兄跟我爷爷一起下棋的时候，他们俩就难分胜负。我爷爷也经常会败下阵来。只要大王肯跟我大师兄好好去切磋一下棋艺，想必日后定会有长进。棋艺不过是小乐趣，寡人更想切磋的是和夫人那方面的乐趣。你要告诉寡人你在濮阳的事情，我很喜欢听。都是一些儿时旧事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寡人就是想知道，你在进宫前都发生了什么，喜欢些什么，你的一切的一切，寡人都想知道，可以吗？有何见教？哼，没什么见教。上次你敢挡本宫的路，今日本宫为何不能挡你的路？我还有事在身，请你让开。你让本宫让开？你反了吗？那你看这样如何？楚夫人，微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还请楚夫人您离我和厉夫人越远越好，有多远就多远。怎么样？这次够不够尊敬？算不算冒犯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样三番两次的顶撞本宫！得了吧，要不是你冒犯我，我可没工夫来威胁你。奉劝你一句，要想让我对你恭恭敬敬，你自个儿得先有那个分量。对不住，我没工夫跟你在这闲扯，告辞。站住！你今天记住你说的话，本宫一定加倍的还给你。刚才我听闻宫人们在议论，大王想撮合韩侍卫和青儿姑娘，便使计将二人骗到延明宫的偏房。这孤男寡女的，肯定会发生些什么。夫人，您看大王这计策妙不妙？韩侍卫和青儿，是啊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，正好可以让本宫好好利用一下。夫人，这是为何？你想啊，大王爱着骊姬，骊姬爱着韩申，韩申就不用说了，一直深爱着骊姬。
将韩侍卫和青儿撮合到一起，是大王的旨意。如果我们把他捉奸在床，再把这件事情告诉骊姬，骊姬知道以后，他能不恨大王吗？他能不恨韩申吗？他更容不下的就是那个青儿。这叫一石三鸟之计。大王怎么会命令我到这里待命？难道有人要对丽儿不利？这宫室荒废已久，哪里还有什么人？难道是大王要和我详谈，讨论今后保护丽儿的对策？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青儿姑娘，韩侍卫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大王让我来的。难道你也是？我是大王告诉我，说明天有嫔妃要搬进延明宫来，所以今天晚上让我来打扫，顺便也去晦气。这黑灯瞎火的，我还以为进来个贼呢。原来如此，都是大王安排的。那韩侍卫，您能不能先把我的手放开？哦，对不起，青儿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么，韩侍卫，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呀？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你们在这做什么苟且之事？回楚夫人，我来此只是为了告诉青儿姑娘，让她照顾好丽夫人，也就是我师妹。等等，青儿，本宫问你，刚才韩侍卫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。嗯？又不是。禀楚夫人，是大王把我们安排在同一个屋檐下。青儿也不知道大王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是王命，所以我们都不敢走。违抗王命是要砍头的。韩侍卫果真对你什么都没做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对他呢？青儿不敢。你给本宫听着，你要是敢欺骗本宫，你知道结果是什么？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实话。就算给青儿10000个胆子，青儿也不敢欺瞒夫人您啊！青儿句句属实，求夫人饶命。哼，下去吧。依你看，他们像是没发生什么吗？依上仪所见，他们好像确实什么都没发生。他们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？禀大王，夫人，早上准备好了。青儿，昨晚可好？禀大王，青儿我，青儿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青儿先告退。啊，看来昨晚不是很好。青儿她是怎么了吗？寡人昨晚下了个命令，让韩侍卫跟青儿在同一个屋檐下。看来韩侍卫还是太过君子，没有对青儿做什么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害羞。
怎么能下这种命令呢？这有错吗？你看韩申，他这么孤单可怜，寡人想撮合一下他们，不行啊？当然不行了，他们两人都是我的贴身侍从，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，也得先跟我商量一下呀。寡人若跟你商量，你会同意吗？当然不会同意了。韩申跟青儿，虽然他们俩关系很好，但不是那种关系，再加上两人根本就没那种意思，这8字都没一撇呢，你就这么错点鸳鸯谱？就算他们俩没什么关系，男未婚女未嫁，寡人想撮合一下他们，不行吗？他们两人若是以后见面尴尬的话，我该怎么替他们圆场呀？这你就放心吧。若是他们俩真的尴尬，就说明他们对对方都有意思；若是全无情意，也就尴尬不起来。不会的，大师兄他不是那种人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不会那么随便喜欢上一个人的。夫人是不是想说，韩侍卫喜欢你，不会喜欢上青儿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很享受韩申喜欢你的感觉，不希望他喜欢上青儿？我怎么可能这么想啊？你都扯到哪儿去了？反正这才是寡人真正在意的。你能不能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？寡人也是为他好，我不想让他继续没有结果的单恋。寡人甚至都想过，给他一个官位，让他去宫外逍遥，这有错吗？算了，就当寡人多管闲事。青儿，你先去一边等一下，我跟韩申侍卫说上几句话。诺。大师兄。师妹。昨晚的事情，我已经听说了。我是无所谓，就是难为了青儿姑娘。她一个女孩子清清白白的。别对他日后有什么影响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想，大概是我太自私了，不该留大师兄在宫中。并非你将我留下来，是我自愿留下来的。可是，都是我没有好好考虑大师兄的心情。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最重要的家人，亲情是永远无法取代和无法被割舍的。如若不是因为我，大师兄现在可能已经逍遥在江湖上，找一个投契的好姑娘，娶妻生子了吧？丽儿，我只想留在你身边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但我对大师兄是心存愧疚的。大王他心里的想法或许是对的，只是他的做法太过偏激了。他不过是想让我离开你。我是男人，我理解他。大师兄，你听我一句劝，离开秦宫这个是非之地，找一个好姑娘，好好成个家吧。丽儿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走的。我知道，我走进不了你的心，但那也无妨，只要能看着你和天明平安，我就心安。哟，师兄妹二人说的可真是感人呐。原来韩侍卫对厉夫人是一往情深。本宫什么都没听见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。
帮废物，连寡人的夫人都看不好。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寡人将你们碎尸万段。请大王息怒，是青儿的过错，未能照看好夫人，与其他宫人无关，请大王降罪。青姑娘，大王都还没有说话，你倒先认起罪来，莫非是心里有鬼？还是厉夫人教你这样说的？大王，上回厉夫人便是私自出宫，难保这回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来。也许她会跟她的那位大师兄出宫玩去了。以微臣之见，还是将这些贱婢关押起来，严刑拷问一番。大王，大王，臣与韩侍卫听闻厉夫人失踪，就马上赶了过来。青姑娘，诺。你们进屋之时，被子就已经在地上吗？是，青儿未曾动过。禀大王，如若和夫人上一次出宫相比，这一次确实未有察觉。大王，这把短剑是我师父留给厉夫人的，若是厉夫人私自出宫，必会将它随身携带。寡人知道这把剑的来历，寡人不相信他会就这样不辞而别。微臣敢以性命断定，夫人是被奸人挟持的，请大王允许我出宫调查。可是什么人能如此轻易入宫，就带走夫人？此人能够轻易入宫，还能将怀有武功的夫人强带出宫，说明此人定是江湖高手。大王，若是此人速度极快，便可在2日内将夫人带离秦境。韩侍卫此话是否断言太快？大王，臣以为此事未必如韩侍卫所说。李忠，你随即带2000虎贲军在城内搜索，再派3000虎贲军去城外巡访。诺，韩申，寡人同意你出宫寻找，但是有任何消息，务必向寡人报告。诺。寡人倒要看看，谁有这么大胆，敢偷走寡人的嫔妃。韩侍卫，太子殿下，宫中出什么事了？为何这么多虎贲军要出宫？厉夫人失踪了。什么？推测是被奸人挟持，微臣正要出宫去搜查。太子殿下，时间紧迫，告辞了。等等，这是本宫的信物，你带着它去安邑找个人，那人或许能帮上忙。此人是谁？本宫的侧室田光先生。韩申在此谢过。可有线索？回大王，臣派出的虎贲军在咸阳近郊至秦境，不眠不休搜索2日，然而并没有任何发现。我爷爷的短剑，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以后你可以带着它防身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。丽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厉夫人，你果然有几分姿色。
但我怎么没看得出国色天香呢？把齐王弄得神魂颠倒的。你个臭婆娘！谁指使你们的？我在秦宫从来不涉及朝廷党政，只是一个亡国故人，为何要来抓我？厉夫人，你可真是单纯呐！正因为你不属于任何一边，但又独得大王恩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你不是他人想拉拢的对象，那么你就是别人消灭的目标。哼，公孙丽，没想到有日你还会落到老夫的手上。夏侯婴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如今天下纷乱，各国情势难料。公孙羽既得了个魏国统帅的虚名，我夏侯鞅为何不可以效力于当今最强盛的大秦国，为我丹鼎门谋些好处呢？哼，还想跟我爷爷相比？你差太远了。你要不是大人要你的命，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杀你。说不定把你留着，还可以将荆轲的臭小子引出来。谁指使你的？哼，夫人，你助谁，又爱谁的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还想不明白吗？李斯，总之有人希望你永远从秦宫消失。夫人，之前我们谈妥的事。哦，大人请放心，本宫已经命人安排好了。只要等我们解决了昌平君，祖太后便会即刻向大王推举廷尉大人。您很快就是大秦的相国了。有劳夫人，臣先告退。嗯。夫人，上仪有一事想请教夫人。说。夫人这回对厉夫人下重手，是为了大王太过独宠厉夫人，还是厉夫人太过嚣张？是啊，夫人都已经这么忍让他了，他却三番两次的压到夫人头上。虽说论位分都是一品夫人，可论身份，他可就差远了。厉夫人不过是独靠着大王的宠爱，才能三番两次的惹祸，最后还能无事一身轻。要是换了其他人，早就按公规处置了。哼，最让本宫看不过的是，那个女人已经有了大王，还抓着韩侍卫不放。两个男人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哦，对了，本宫让你去问最近韩侍卫都做了什么，你问了没有？回夫人，自打厉夫人失踪那天起，韩侍卫便焦急地出宫去寻厉夫人了。那个韩申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夫人息怒。罢了罢了，那个女人死在野外，看他师兄还怎么护她。可夫人这一次对厉夫人下重手，就不怕韩侍卫事后迁怒到夫人头上吗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廷尉大人不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人都死了。如果韩申真的那么爱他，一起跟他去殉了情，岂不是更好？夫人说的是。可要是那韩侍卫不够痴情，没有去殉情呢？没关系，
本宫有的是法子治他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他，一定。走了啊，慢走，慢走。好嘞。哎，为何师傅抓了这公孙丽，却没有按大人的意思把他给杀了？师傅留那小贱人是为了引出荆轲，逼他交出葫芦剑谱。等师傅拿到了剑谱，连公孙家的大弟子在内一个不留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！说，公孙丽在哪儿？你是何人？我就是你们说的公孙家的大弟子韩申。哼，就这点功夫也敢出门，真是给公孙家丢脸。师弟们，给我上！师弟，给你个机会，说出公孙丽所在，我不杀你。快说！慢着，地图在我这儿。小心！师弟，小心有埋伏。豹爷，你是打不怕，还是不怕打？你明知打不过我，还在这等死。荆轲，别以为你学了2招三脚猫的剑法就天下无敌了。江湖大得很，别小瞧了我们丹鼎门。是不是三脚猫功夫，一试便知。快说，公孙丽在哪？你耍我！他们就在谢贤轩，往前5里。走。师弟，你先去救师妹，我来。
左右为难，使得怎么样？我早就该知道这是个陷阱。嘿嘿，你对公孙丽可真是一往情深呐！没想到秦王的虎贲军再怎么厉害，手脚也不及你快。有种你放开我！咱们实打实，正面交战。哼，虎落剑法说到底，其实就是高明的暗杀术。就算老夫答应跟你打，也算不得正式对决。更何况，这刀口的肥肉，你觉得老夫会舍得放开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？当然是你身上的胡落剑法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脉门已被我扣住，理应不能运功，这又如何能？夏侯鞅，仔细看清楚。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布置有蹊跷，而且每番你都喜欢扣人脉门，我只不过施了一点防范小计罢了。很好，憨傻的公孙羽倒是教出个精明的徒弟。我不准你侮辱我师父！你师父本来就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、不知变通的蠢驴，你找死！师妹，靖师兄，找什么呢？上！多谢你们师兄弟准备的渔网，好好享用吧。放开我们！师兄，你怎么知道这有渔网？找个地方避雨吧。嗯。
师弟或许已经救到师妹了，因此引出这些丹顶门的家伙追捕，但愿他们没事。卫尉大人到。陈礼仲参见大王。厉夫人之事可有线索？回大王，韩申带来消息，在函谷关附近有厉夫人的消息，陈已派虎贲军四处搜查。李仲，你马上去准备一下，寡人亲自去寻。诺，大王。师兄，你为何会来救我？大师兄出宫来找你，到天光先生那里打听消息，我便知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大师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们被丹顶门那些匪贼围攻的时候，他牺牲自己，让我先去救你。那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。坦白说，如果不是因为大师兄，我不会来救你的。请问他待你好吗？师兄，你是不是练成了葫芦剑法？我方才看出来了。还不算完全练成。狼儿他陪我在嵩山待了半个月，我为了带他出山，所以我必须练成。原来一直都是兰儿妹妹在陪着你，那我便放心了。兰儿妹妹她是一个好姑娘，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你，有她陪着你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我会珍惜她的。你们俩若是在一起，我也会替你们高兴的。外面的雨好像停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就这样吧，我已经没有资格关心他了。他恨我比较好，这样他才能全心过今后的日子。师兄，你和兰儿一定要幸福。大王，您看，停！丽儿，大王，我回来了。